逍遙首播口碑2集，譚松韻娃娃臉演仙俠被指違和，劇本問題引熱議。逍遙豪華陣容卻開局遇冷，趙麗穎3分鐘客串引發詐騙式營銷爭議。譚松韻仙俠首秀現娃娃臉適配性質疑，老套的3世情緣設定更讓觀眾直呼乏味。這部被寄予厚望的仙俠劇正遭遇營銷透支期待、選角爭議與故事陳舊的3重困境。當長安24季餘溫尚存驕陽似我青春正燃的年末劇集戰場，一部被平台和觀眾寄予厚望的仙俠新作逍遙，卻意外地未能掀起預想中的波瀾。由譚松韻、侯明昊主演，更邀的趙麗穎友情客串。該劇在愛奇藝、優酷雙平台及央視8套同步開播，陣仗堪稱豪華。然而，首播5集後，其網絡熱度與收視表現均未達預期，在貓眼等專業數據榜單上甚至未能躋身前5，引發了市場與觀眾的雙重審視。逍遙播出前，最具傳播力的話題無疑是趙麗穎特別出演，相關熱搜持續霸榜。趙麗穎客串逍遙、歲夢仙君等詞條閱讀量驚人，其宣傳聲勢一度讓部分觀眾誤以為這是趙麗穎領銜的作品。這種將客串演員作為核心宣傳點的策略，在初期確實收穫了巨大的關注度，平台預約人數突破800萬便是明證。然而，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。當正片播出，觀眾發現趙麗穎飾演的歲夢仙君僅在第2集末尾登場，戲份不過3分鐘，且下一次出場據傳要等到大結局時，巨大的心理落差瞬間引爆了負面情緒。社交媒體上，詐騙式營銷、掛羊頭賣狗肉的批評聲不絕於耳。原本是錦上添花的友情助陣，在過度營銷的透支下，變成了對劇集信譽的消耗。它不僅轉移了觀眾對主線劇情和主演表現的注意力，更引發了一種逆反心理。那些為趙麗穎而來的觀眾感到失望，而原本期待譚松韻、侯明昊的觀眾則覺得本末倒置。這一案例尖銳地揭示了當下劇集宣傳的一個普遍困境，在注意力經濟的驅動下，製作方往往傾向於使用最具爆點的元素進行飽和攻擊，卻忽略了宣傳與作品實質的平衡。當噱頭大過內容，觀眾的期待被無限拔高，任何細微的不足都會在落差中被放大，最終短期流量可能轉化為長期的口碑負債。逍遙是譚松韻首次擔綱主演仙俠劇，她以人分飾古靈精怪的少女逍遙與清冷破碎的公主寧安，表演上刻意尋求反差。儘管其哭戲的感染力和部分情節的情緒張力獲得了部分認可，但圍繞其外形的爭議卻成為了開播後最熱的話題之一。核心爭議點在於，譚松韻極具觀眾緣的幼態娃娃臉，是否與需要一定飄逸、清冷或磅礴氣質的仙俠劇完美適配。不少觀眾反饋，當他試圖詮釋逍遙的天真爛漫時，那種刻意感偶爾會突破熒幕，而與比他年輕7歲、同樣面容精緻的侯明昊搭檔飾演情侶，在某些鏡頭下也未能完全消弭年齡感帶來的微妙觀感。更重要的是，劇中為逍遙設計的試圖凸顯活潑的黃色衣裙加滿頭細辮造型，被大量觀眾吐槽為災難，不僅未能揚長避短，反而放大了爭議。這一爭議背後，實質是觀眾對仙俠劇顏值及正義單一標準的疲憊，以及對演員與角色形神合一的更高要求。過去，仙俠劇偏愛氣質清冷、輪廓分明的仙俠臉，而譚松韻代表的是一種更具親和力和生活感的鄰家之美。這種突破類型的嘗試本身值得鼓勵，但成功與否，極度依賴劇本人物的扎實塑造、服化道的精準加持，以及演員自身氣場對角色的完全駕馭。
逍遙在這一點上顯然未能達成共識，反而暴露了製作團隊在角色形象整體規劃上的思路不清。如果說營銷和選角是外因，那麼劇集本身故事的成就感，則是動搖其根基的內因。逍遙開篇即交代，萬妖之王紅葉在100餘年前的婚禮上，被摯愛的人族公主寧安刺殺並封印，100年後，轉世為普通少女逍遙的女主，意外闖入封印之的將其喚醒。這個核心設定，迅速引發了與日本經典動漫《犬夜叉》男主被巫女桔梗封印後被現代少女歌薇解封高度相似的討論。儘管輪迴解封是神話傳說中的常見母題，但在具體的人物關係、場景設計與情節推動上存在的既視感，依然觸動了許多觀眾的敏感神經。在影視原創性備受矚目的今天，任何類似的質疑都可能對劇集口碑造成傷害。更關鍵的是，這種設定疊加了仙俠劇近年來早已令觀眾審美疲勞的三世情緣、身份逆轉、天下蒼生等標配元素。有觀眾犀利評價，開局幾集仿佛看到了《仙劍奇俠傳》花千骨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影子拼接，唯獨缺少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意。當一部劇集的核心情節推進方式被預測，人物命運走向被猜透，它所依賴的懸念與新鮮感便大打折扣。仙俠劇曾經憑借天馬行空的想象和蕩氣迴腸的情感打動觀眾，如今卻越來越多地陷入自我複製的流水線生產。逍遙面臨的融梗質疑與套路化批評，正是這種行業性創作倦怠的縮影。觀眾渴望的不再僅僅是華麗的視效和虐戀的劇情，而是一個真正新穎、能承載現代人情感與思考的好故事。此外，多平台同步播出的模式，在擴大覆蓋面的同時，也確實導致了熱度數據的分散，未能形成單平台引爆的效應。同時，部分觀眾指出，劇集前幾集節奏略顯平緩，特效場面雖有亮點，但不夠密集，未能在一開始就抓住追求爽感的年輕網絡觀眾。不過，劇集僅播出開端，斷言其失敗為時尚早。侯明昊飾演的紅葉，其慵懶霸氣與深情腹黑的形象逐漸立住，收穫了不少好評。後續劇情若能在世界觀展開、人物成長和案件懸念上深耕，仍有逆轉口碑的可能。逍遙的此次開局，更像是一次深刻的行業啟示。在市場日益成熟、觀眾選擇權前所未有的今天，任何試圖依靠流量公式、營銷捷徑來複製成功的想法都已行不通。仙俠劇的突破，需要從尊重觀眾的智商和審美開始，需要從放棄保險的套路，勇敢進行真正的內容創新開始。